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叫做三元交集图表。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封面的这一张，有三个圆圈互相交集，然后会产生的不同的属性或者你要说明的地方，区块还蛮多的。这个怎么做呢？主要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位学员之前有介绍过，他是要介绍忧郁症。那忧郁症的他用这一张这一张就是忧郁症有生理、心理的因素。那生理的因素，你可能会缺乏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有可能会产生内分泌失调，然后你就可能会产生忧郁症的症状。可是这一张呢，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各位也看得出来，因为他想要把两张图片，这两张的图片摆在同一个位置，同一张里面，那就会把它做压缩。这一张呢，它其实呢原本应该是长这个样子。我上网去查了一下，这好像是一位香港的医师做的。好，那这一张呢，各位看看上面的区块至少有7个以上的区块要讲东西。如果你只是放一张图，你用雷射笔或者是用自己讲，底下观众可能没办法照你的节奏去知道说你到底现在讲的是哪一块，或者会比较辛苦一点。怎么做呢？那我建议会重新做了。那当然是用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的这个布尔运算。布尔运算呢，我们这5招里面，我们会用到这2招交集跟减去，就可以来做出刚才那3个圆圈交集的图表。首先呢，你先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圆比方说红色的圆，然后呢，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图形格式，里面呢，我们要把它改成渐层填满。注意这边类型渐层填满的类型，我们选路径，选路径就会从中间发散出去。然后我们只要2个停驻点就可以了。这2个停驻点的颜色呢，在这里。各位可以到这个箭头按下去，然后用自定可以自己把它打进去。颜色都打好之后呢，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帮它加上线条，线条用实心线条，颜色选这个，然后这颜色在这里。那一样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去调整。宽度呢，我们选3PT， 整个线条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用同样的方法做出黄圆跟蓝色的圆圈。接下来我们帮这3个圆圈圈要加上帽子，戴帽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呢还要介绍说这个圆圈是叫做什么东西戴帽子。怎么做呢？你先画出一个比中间这个圆呢要戴帽子的圆呢再大一点点的圆把2个人置中对齐。然后呢，我们用到合并图案里面的减去，就变成中间只有一圈就是这一圈是我们要的。然后呢，再插入2根很细的矩形，注意是矩形我们之前有提醒过是矩形，线条的话没办法做分割，没办法做布尔运算。然后呢，图形格式里面的合并图案一样，我们这次选分割，分割割完之后呢，就会留下这条就是我们的帽子，然后把圆圈圈呢叫回来。接下来把帽子跟圆圈圈呢用 Ctrl 加 G 让它们2个组成群组。然后呢，我们一样设定图片格式，我们帮它加个阴影，阴影在这边，我们选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位移右下方，把它点下去，这整个就会看到有阴影的状况。接下来把字打上去，这上字有2种方式，如果你的字的字数刚好可以符合图形格式里面的文字效果，里面有一个叫转换，也就是文字艺术师啦。如果刚好这里面的弧度是你可以使用的，那你可以直接套用。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要辛苦一点，你这个每一个字或者每一个字母都要变成一个单独独立的文字方块，去上下调整它，上下就可以做那个圆圈圈旋转，让它的那个角度呢调整成你想要，那个就比较辛苦，看你的运气了，看你的运气。好，把这3个帽子都戴上去。接下来基本款就做完了，这3个圆圈的基本款就做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用这3个基本素材做出剩下的这些东西，这几个小盾牌。好，首先呢，我们先用红圆跟黄圆做交集里面的交集会留下这一块杏仁核的这一块，杏仁核的这一块也要留，因为待会也会用到。然后呢，我们把它颜色调整一下，用渐层填满。这次我们注意我们这一个东西我们选线性线性，然后呢，一样2个停驻点，停驻点的相关资料在这里，照着填进去就可以了，一个一个逐步填，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好，然后这边呢，绿色的杏仁核，停驻点前面都一样，停驻点的资讯在这里这个是紫色的杏仁核，
停驻点的资讯在这里，各位自己参考，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这3个东西呢，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两两交集，好，两两交集，把这2个呢留起来。我们只要留下上面这一块就好，啊，上面这一块就好。所以呢，请各位 Ctrl 键按住，先按咖啡色的，再按绿色的，然后呢全减去，就会留下这一块，啊，就会留下这一块。以此类推呢，会留下绿色的、紫色的，啊，相互交集，把它都留下。这3个小盾牌都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做中间那个小盾牌，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3个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只留下中间这一圈，你就 Ctrl 按住，你随便点哪一个开始都可以，1、2、3，把它点起来之后呢，一样，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这个时候要用交集，就中间这一块会留下来。颜色我们调一下，把它调成银色的盾牌。好，注意我们这边的路径哈，这一次的路径建成哦，这次路径我们就是选路径啊，让它中间发射出去。好，2个停驻点的资讯在这里，各位就依次把它填上去，它的颜色就变得像这个样子。这样4个小盾牌就做完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照原本的画法把它组合起来，大概会是像这个样子，然后把字打上去，然后呢，你就可以照你的节奏去讲了。假设是我要讲这一章的话，我可能会这样讲：如果你是因为生理性的因素产生忧郁症的话，你可能是有几种身上的一些激素或者身上的一些成分有缺少，比方说你缺少去肾上腺素，那你可能会产生这些症状。如果你缺的是血清素，会产生这个症状；如果你缺的是多巴胺，会有这3个症状。如果呢，你不但缺去肾上腺素，又缺血清素的话，你除了这2块的症状会有之外呢，你还会中间有一块，这3个症状也会有，因为你2个都缺。以此类推，缺血清素又缺多巴胺的话，你除了这2个会有之外呢，你还会缺这个。如果你是这2个没有的话，你除了这2块会有之外呢，你还会缺这个。如果你3种东西都全缺的话，你不但是这3个都有，而且两两交集的小盾牌也都有，中间呢你还会增加一个，这2个东西的症状会出现。这样子呢就可以照你的节奏，让底下观众知道说你到底想讲哪些东西。那上面的心理师呢，可能就可以照他的节奏去讲说，我想要传导给各位的知识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因为这个太专业了，我们可能就要一步一步的看说，原来心理师是要讲这些东西。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